最近比特币市场发生了重大转折，但请大家保持冷静。下面是即将到来的重要利好消息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首先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仍然引起了市场的关注，对全美第2大交易所 Kraken 以及其他10多个小型加密货币进行了起诉。这个起诉案件的波及范围非常广泛。SEC 首先起诉了 Kraken， 这是全美第2大交易所，指控他们没有注册经营、从事非法交易以及挪用客户资金等罪名。这些指控可谓相当严重，表明了监管机构对违规行为的严厉打击。SEC 采取了坚决的行动，而且 SEC 还直接将这10多个加密货币列为未注册证券，其中包括索拉纳币、马蹄币、爱达币等。这导致被点名的这些山寨币的价格暴跌，市场上的投资者对这些被点名的币的前景感到不确定，因此不建议大量持有这些币种。除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外，美国司法部也宣布对加密货币行业进行联合执法。市场上的操盘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，投资者们需要冷静对待这一局势。此外，回顾历史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。在今年6月初， SEC 曾对加密货币市场采取类似的行动，导致当时市场暴跌，比特币价格跌破了25000美元。随后，大型机构纷纷抄底。众所周知，包括贝莱德在内的华尔街机构在吸筹完毕后，立即提出了比特币现货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的申请，推动比特币再次创下新高。现在 SEC 再次出手，如果市场出现较大回调，将是布局的好时机。希望投资者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，不要错过这个潜在的利好。那么，现在是抄底的绝佳时机吗？大家注意，是在32000、33000和34000美元的价格区间。预计在明年 ETF 获批之前，市场可能会经历一波预热。然而，根据比特币持有地址的数据图表来看，目前有超过 80% 的比特币持有者处于盈利状态，这意味着获利盘巨大，抛压较大。与以往的小牛市相比，市场实际上已接近顶点。回顾过去的牛市，例如2015年末和2019年，当比特币持有盈利比例达到 80% 时，市场都经历了大幅回撤。因此，有预期认为本次市场可能回撤 20%， 即价格回到3万美元左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目前市场尚未进入大牛市阶段，因此很难达到 90% 甚至 100% 的持有盈利比例。一般来说，小牛市在 80% 到 85% 的持有盈利比例之间趋于稳定。对于投资者而言，如果在 3.7 万美元以上入场，盈亏比可能不太理想，因为向上的空间已经相对有限，但回撤的幅度却非常可观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讨论比特币铭文龙头币 ORDI 的情况。在牛市中 ，ORDI 有望涨到多少？背后的推手背景有多大？实际上 ，ORDI 涉及了许多人的利益，得到了全体矿工和各大矿场老板的支持，他们犹如夜间名人一般，全力支持该币种。ORDI 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。最近，比特币网络的转账活动使得比特币矿工的收益大幅增长，每天的收入高达300多个比特币，这引发了矿工们的疯狂行为。与此同时，作为 Ordinals NFT 协议诞生的第一个币种 ，ORDI 也受到了广泛关注。ORDI 的供应量极为稀缺，只有2100万个，而且没有任何来自项目方的抛售压力。目前 ORDI 的市值只有4亿美元，相对于其他项目如 Ape 或 ID 等来说，其潜力更大。在我看来， ORDI 有望进入前50的市值范围。以目前市值为基础，如果 ORDI 再涨4倍，达到80美元，这是有可能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当前市值仅仅是牛市到来前的一个基准，牛市到来后，各个币种的市值将会增长6-7倍甚至更多，特别是山寨币。考虑到 ORDI 只有2100万枚，其价格并不算过高。在之前的布局中，我们已经提到了 ORDI，
当时它还未上线交易所，价格仅为$1。我意识到了它的潜力，如果后期它真的能涨到$500，那将是500倍的收益。然而，即使是一个很好的项目，也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。像 ORDI 这样的项目，最近涨幅较大，明显需要回调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隐藏的利好要提及。大家都知道 ，SEC 正在与币安和解，要求赔偿$43亿。有人担心赵长鹏会出售比特币来筹集资金，从而引发强大的抛压，并可能导致和解失败。然而，实际上，赵长鹏早在2周前就准备好了资金。大家可以看到的是，在13天前，币安将39亿枚 US 从第2个冷钱包转移到了热钱包，并没有必要出售比特币来筹集资金。预计和解后，币安的美国版可能会复活，并再次启动 IPO 上市计划。对于币安的 BNB， 大家可以适量购买。此外，距离比特币减半只有最后4个月了，我们多年的等待终于即将迎来圆梦的时刻。在这个牛市中，我们有望实现财富自由。然而，投资决策应该基于充分的研究和了解。请注意，加密货币市场具有高度风险，投资者应谨慎对待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合理的决策。以上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